赵扒皮是够变态的，这么洁癖，头发怎么就这么难找？真是乖乖。你在干什么？你是变态吗？你突然从我身后跑出来。我变态？你一个大姑娘家跑人家家里，还上了我的床，你才变态。你翻来翻去的，找什么东西？哦，那个我看到你们家这个床单挺好的，这个条纹，我想看看这个什么样的条纹，我特别想买。这个挺好看的，哎，是。哦，是吗？那我还能想什么呀？我怎么知道？你要不要吃饭？我给你做饭。你太奇怪了，我想验证一下你是不是脑子烧坏了。你才奇怪。还说给我做晚餐，我的晚餐呢？你们家什么食材都没有，我怎么做呀？我给你叫外卖了，你自己看吧。点。好。等一下，等一下啊，别动，千万别动。啊！白头发，一根白头发。你点，谢谢。喂，杨大哥，哎，我这儿有2个头发的样本，你帮我做下 DNA 的比对。OK。好，谢谢。希儿回来啦？哎妈，他呢？你爸从来不做饭，今天听说你回来了，抢着下厨房，说要给你做几个喜欢吃的菜。我去帮他。啊，不要了，让他去做吧。来，喝点水。星儿，来，你工作辛苦了，多吃点啊。是吗？啊。希儿，我去刑侦队说明了情况，就等调查结果了。怎么啦？爸妈，我出去一下。虽然。我也在着急等结果呢。哎呀，一定要赶在股东大会之前，不然就来不及了。一有消息，我马上通知你。给谁打电话呢？没谁，一个朋友。这么紧张干什么？是不是背着我干坏事了？没有，没事。那好吧，这几天都很累了，走，我带你出去兜兜风。行吧。
走吧。来了。给你带点吃的。哦，知道外面的饭菜不合你口味。带什么好吃的？给你做了2样你最爱吃的素的。是吗？对。我看看。哦。哎呀，你说啊，这是什么事儿啊？为了躲避蓝桥国际针锋相对的2伙人，我有家不能回。哎。吃吧。那蓝桥国际董事会，你准备怎么办？这个冯静瑶的手段啊，确实有些卑劣，但是呢，刘兰芝她自己的失职，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啊。为了蓝桥国际未来的发展呀，刘兰芝是该退下来了。这么说，你准备去了？是的，蓝桥国际不是刘兰芝的，应该选一个年轻的、专业的替代他。这也是为了股东负责，也是为了广大股民负责嘛，你说是吧？是啊。还记得这里吗？我当然记得啦，攒够100架飞机在这儿许愿来着。你的愿望实现了吗？可能还没有吧。为什么是可能？为什么？马上就要股东大会了，这样下去我们不可能赢吧？这个和你许的愿有什么关系吗？我的愿望是，你可以幸福快乐。你觉得这次我输了会难过？当然了，你得失心这么重，要是没有蓝桥的话，你不得跳楼啊？这次真的不会。很奇怪，在渐渐知道败局已定的时候，我反而越来越轻松了，可以舒展一下拳脚，做自己想做的。那这样下去的话，你就不是亿万富翁喽？哇！占了高和帅这2样，我已经很满足了。怎么了？难道你喜欢的只是我的富吗？我有说过我喜欢你吗？不喜欢我还在留言板上写下我爱你。我就是随便乱写的啊，这你也行啊？要不要我帮你确认一下？听着，只有用心，才能看清真相。真正重要的东西，用眼睛是看不见的。干什么呀你？无不无聊啊？以为自己是男主角啊？好了，说正经的，我不起诉了。真假？我知道，如果虽然这个案子这么查下去的话，最后会牵扯出很多人。宁馨也是受害者，让他们做替罪羊毫无意义。谢谢。愿望就快要实现了。味道怎么样？再喝点。
哦。妈，之前的事情都是我不对，跟你说声对不起。本桥，我一直没有告诉你，你是妈妈这一生最大的骄傲。走了，张妈。宁夏 ，DNA 检测报告出来了，我现在马上过来接你。你好，先坐吧。Hello。看一下吧。希儿，我走了。现在明白了，为什么跟你说我做错了，也说了对不起，却像什么也没说一样。因为我没有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代价，从来没有赎罪。现在开始，我们不要再见面了，也不要联系了。祝你健健康康的，好好生活。首先是关于提议免除现任董事长刘兰芝女士的提案。我们先请发起人冯建尧先生对提案进行陈述。冯总监，刘董事长住院，我们非常担心，希望他早日康复。董事长住院期间，蓝桥国际这个常年的绩优股暴跌18%，而且前景堪忧。更可怕的是，根据这2年的财务报表，增长乏力，在座的各位将要面临重大的损失，而且我们也无法给其他的股东和广大的股民一个交代。根本的原因就在于观念陈旧，决策层老化。
我想，今天的损失或许大家能够接受，那么未来呢？如果未来还是这样，我们还能接受吗？不以私利，为了公司和所有人的利益，我觉得董事长也会同意我的观点。所以必须要改变，只有改变才有未来，而这个未来就在大家的面前，在所有人的手中。谢谢。各位董事，我先在这里介绍一下刘董事长的近况。今天我们一起吃了早饭，他喝了一碗米粥，吃了个鸡蛋。他现在语言和思维能力已经完全恢复了，每天都会看2个小时的公司报告。他托我转达各位，表示问候和歉意。情况就是这样。但是有一点，我倒是不太同意刚才冯总的一个观点。蓝桥国际的股价下跌，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注意到，几次大的跌幅和震荡，都是出现在刘董事长出事的前后，之后就一直保持着相对的稳定。最近的股市行情，蓝桥国际甚至开始出现中盘反弹的迹象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决策层的稳定，股权结构的稳定，经营理念的长期坚持和贯彻，造就了今天的蓝桥。我再重申一遍，蓝桥国际不但没有失控，而是在稳定的发展。谢谢。喂，陈女士，哎，你好，我是宁夏，请问不，请问那个赵志伟赵先生他在哪儿？您知道吗？我有急事儿，但是联系不上他。他呀，他去蓝桥国际参加董事会了。哦，好，谢谢啊。蓝桥国际。好。总而言之，现在时代都变了，孩子也大了，我们老人家是不是也该休息休息了？丹桥，对吗？刘董事长刚刚病倒的时候，我曾经代表他召集了一次全体董事会议。可惜大家没有给我这次机会，我非常的失望，也很困惑。我和麦卫现在所做的一切，就是在为蓝桥国际先行一步。麦卫就是蓝桥国际的前沿和试验田，所以现在大家既是为今天投票，更是为未来投票。等等，我想你是不是可以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？冯总，您大可不必这样。我想，他早就人手一份了吧。原想在表决以后通知大家的，不过现在通知也好。事情的原委，各位想必都了解了。相关当事人我们已经报案，相关损失已经评估完毕。作为监管失察的责任人，
刘董事长不回避责任，为了公司能够更加长久稳定的发展，提出了以下具体方案。怎么还堵车呢？也不知道怎么回事。也许发生这样的事情，或许不是坏事。亡羊补牢，为时未晚。我相信蓝桥国际会越来越好，拥有更加美好的未来。赵叔叔，您终于来了。哈，各位，不好意思啊，我赵某来凑凑热闹啊。赵叔，啊，请坐。好。这段时间可以说是我和刘董事长相处最多的一段日子，这让我重新认识了他。他顽强、坚韧、永不言败，还有更重要的是，他包容、宽厚。曾经我也没有体会到。这个奖状是我一生中唯一的一个第2名。今天来公司之前，他亲手交给我，告诉我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骄傲。为什么我要说这些？这个告诉我，他记得你们在座的每一位同仁。记得你们为他、为公司所做的每一件事情。各位也看到了，今天赵志伟先生也在。我想大家都知道，最近在网络上有一些消息，是关于我母亲的绯闻，还有我的身世。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，不管怎么样，刘兰芝对于蓝桥国际是一位称职的董事长，对于我来说，是位敬爱的母亲。赵叔叔，啊，您说2句吧。各位，我不会带着个人恩怨，我会秉公投票的。动不了了。哎，宁夏，你干嘛呀？这样下去，不知道躲到什么时候呢。我先走了。哎，不是，宁夏。提案通过，刘兰芝女士不再担任蓝桥国际董事长。现在启动第2项，关于选举新董事长的议案。太太，你看要不要打个电话给王秘书，问一下情况啊？不用了，该做的事情都做了。给训练师打个电话吧，该做手指的鼓握训练了。
好的。我想说2句。今天的股东大会啊，我不希望是一场恩怨，是一场政变，而是为了生存，为了发展，吐故纳新，是时代的更新呐。蓝桥国际的未来，我是打心底里开心呐。你们同样的优秀、干练、有活力，充满着欲望，可以说，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。公司要发展，就要有新的领导者。我呢，对蓝桥国际的经营还有决策，总是置身事外。但是今天，我要为公司做一次，也是最后一次贡献，选出我心中未来的董事长。这个人就是赵丹桥。他能忍忍，眼光看得更远，而不仅仅是唯利是图啊！我曾经是埋为的顾客，他经营的这家公司啊，很有理念，对客户呢也是真诚相待。更重要的是，他不但有坚实的，还有积极向上的团队。这说明什么呢？说明他具备了领导才能。刚才啊，他的陈述我也看到了，你们中大多数都是认可的。他靠的不是艰辛，而是真诚和坦率，所以他更优秀啊。董事会结束了，对不起，都是因为我来晚了，不然结果不会是这样的。那你想要什么结局？难道你不想让我接手蓝桥国际吗？天哪，成功了！我太棒了！我要谢谢你，关键时刻投了我一票。不用谢我，我是为了蓝桥国际的发展，之所以选你，是因为你的能力和你的才华。我是蓝桥国际的股东，我总要为股民们负责呀。哦，赵先生，这个是给您的礼物。
儿子，爸爸。太太，丹乔回来了，还有先生。我愧对了你们母子。我知道这个事实真相，实在是太迟，一切都是我的错。我相信王二福太太的一面之词，误会了为了这个家日夜打拼、不辞辛劳的妻子，抛弃了我的亲生骨肉，我的儿子丹家，我真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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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妈妈，为什么事实和你说的不一样？你为什么骗我？那又怎么样？无论如何，你做到了，你帮妈妈扳倒了刘兰芝。儿子，你是好样的，一定要打败他，打败他！啊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你今天吃药了吗？我没病，我是这世界上最正常的女人。太太，他们走了，你也累了吧？要不我扶您回房休息。张娃，你说我们养条狗好不好？那你想要什么样的，我来替你照顾。我自己的狗，我为什么要你照顾啊？哎呀，没关系，我是跟你开玩笑的。张妈，有一天我坐在这里，
我突然想起冯庆瑶在病房里跟我说的一句话，他说我也应该过我这个年纪应该过的生活。其实我小时候就特别喜欢狗，那时候我发誓我长大以后一定要养一只属于自己的狗。可是后来忙着，我就居然把这个那么重要又那么简单的愿望给忘了。你说，我们养个什么样的品种的狗好？什么样的狗？哎，不如我们养个柯基犬吧。柯基犬？哎，是啊，我前2天还在电视上看到，哎呦，那个小短腿跑起来可好玩了。是吗？好啊，那我们就养柯基。行。太太，时间不早了，我还是扶您回去休息吧。啊，来。自从你把账号给了宁馨，我的树洞里就再也没收到过留言，所以，我帮你把账号恢复了。这么多年了，里面有你太多的秘密和回忆，我觉得应该还给你。怎么了？你不想要吗？谢谢你。谢我干什么？这本来就是你的。谢谢你陪我说了这么多年的废话。还是应该我谢谢你，没有你我是迈不过这道坎的。去吃点什么？都行。那好，砂锅还是烤串？啊，刚上任董事长就请我吃这么多的东西啊？好啊，你想吃高大上的，那我就请你吃生蚝吧，28块钱1只的，够高档了吧？不过话说回来，这一次赢了也算你功不可没。要不要奖励你一次欧洲游？喂，你好。请问是宁夏小姐吗？我是。您之前提交去非洲做志愿者的申请，经过我们审核，已经通过了。今天呢，正式通知你，请你明天带身份证、护照等相关证件过来办理手续。太好了，谢谢。其实，我有新的计划。哦，说来听听。我要去非洲做志愿者。什么？因为前段时间我特别落魄，没有工作，没有钱，正好遇到了招募志愿者，我也想逃避一切，所以就去报名了。而且做志愿者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。我不同意你去。我希望你能理解我。其实，在麦味这段时间，没有觉得自己多好，也没有多差，但是我慢慢发现，越来越多人需要帮助，所以我想去帮助他们。反正我不同意。丹乔。丹乔，你听我说。宁夏，我累了，我要回去睡觉了。你要吃饭的话，自己去吧。丹乔，丹乔，丹乔，听我解释。
公主主动约我，让我猜猜，被人放鸽子。看你说的，我会让人吗？今天这种大喜的日子，你应该跟赵丹乔开瓶香槟庆祝一下，是不是他要对你怎么样呢？没有啊，我就想跟你好好聊聊天儿。你看你说的，算你有点良心。浩仔，我要去非洲做志愿者了。你说什么？去非洲？你没事吧你？你好端端去什么非洲啊？每天大太阳晒着，有什么好的呀？我退一万步讲，至少没有肉骨头砂锅吃吧。我总不能一辈子当吃货吧？还是要为社会做点贡献的。来得太突然了，我得缓缓。哎，赵丹乔到底把你怎么了？没有，其实我早就申请了，只不过刚刚接到通知。那这样，我跟你一起去，至少我能照顾你。真的不用啦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做志愿者一直是我的梦想。我真的不明白，照道理说，你应该可以迎来偶像剧的最高潮，是吧？为什么一定要把这个大团圆结局给抛弃了？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太多了，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多一些时间和空间，好好思考一下。这也是我跟丹乔之间的一次考验吧。行，你做什么样的决定，我都支持你。那咱们说好了，去了那儿，有任何事儿，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，我马上到。行，谢谢你。哎，对了，浩子，我已经找到属于我的幸福了，你要赶快找到属于你的幸福，别为了我这棵树啊，放弃了整个森林。你别劝我。我知道我劝不动你，什么都别说了，都在酒里。祝我们都能够幸福。Abandon 放弃，怎么第一个词就放弃啊？太不吉利了。Ability 能力。宁夏，那份合约你修改完了吗？哦。某不正常的。你说谁不正常了？Tu parles français？ 啊？法语都不会说，你有什么自信去非洲？那可是法语国家，还是放弃吧。哎呀，你就别打击我了，我雪丹子不是想跟那边人好好沟通交流一下吗？再说了，我要是不好好学习，还不得被你这种恶老板打击一辈子？地板 ，water dispenser， 饮水机 ，boss， 你要干什么？我接水啊。我看你好像很悠闲，我花钱雇你不是让你在这里背单词的。我工作做完了。南亚地区的酒店新的合作计划案你全部改完了吗？放在你桌上了。那么和每一个酒店不同的战略合作计划呢？已经看完了，就等法务部盖章了。那还有老客户的回访呢？已经分好年龄啦。好，拿到我的办公室来，我要亲自过目一遍。赵总，你先放着，我一会儿看。哦，好，那我就先走了啊。等等，回来。还有一件事情，我考虑了很久了，一直想找一个靠谱的、负责的人来做。麦味成立已经1年多了，我想将所有接待过的客户资料重新再整理一遍，做一个总的数据表格。但是这些不都是客服部做的吗？不，我不是要以前那种分析，我想要一个更加丰富、更全面的分析，细化到客户对于餐点的喜恶、洗发水牌子的挑选。我想知道谁喜欢什么，谁不喜欢什么。
你之前跟过很多单，对于客户的特点和要求你最熟悉不过了，所以交给你我比较放心。而且我以后会把工作重心转向蓝桥国际，所以 MyWay 这边你必须要承担更多责任。曹总，真的特别感谢您对我的信任哈，但是这也太无理取闹了吧？这是一个老板对员工的合理布置 ，OK？ 这怎么能算无理取闹呢？但是你让我做那么多事情，这还不是无理取闹啊？我相信你的能力。哦，对了，明天早上我要见一个新的投资商，我想这份数据一定很有说服力。明天早上？好了，这就是你的工作，我相信你，一定可以的，好吗？我还有事情要忙，你先出去吧。少爷，你好像已经很久没点这么烈的酒了，怎么了？上市公司的大老板还需要借酒消愁啊？看你这副表情，不用说我也猜得到，肯定是为了宁夏。我真的搞不明白为什么，我们打通了一关又一关，灭掉了最后的 BOSS， 他却说拜拜了。说实话，我也挺想知道的。哎，这个女孩和其他女孩有什么不一样？又不是一辈子失联，看把你愁的。再说了，你们不是一直在网上用树洞先生和洪小舟的身份在聊天吗？从心理学上看啊，现在很多人都想用什么一些理论知识去分析爱情，去剖析爱情，去说什么人合适跟什么人在一起。就比如说，一开始啊，有些人我们看着觉得是特别的合适，特别的登对，可是他们不一定能走到最后。反之来说呢，两个人一开始在一块儿并不一定合适，但是呢，他们却一直走下去了。他就是跟别人不一样。看看你的这副表情啊，从心理学上去分析。停，杨大夫，我刻意约在酒吧，为什么？就是怕你像病人一样的对待我。不是我说你啊，你这个人真的很没有幽默感。我要是个女孩，我都不会喜欢你。哦，既然你这么有经验，那你教教我吧，快。没问题啊，当然可以。不过你得付费，而且价格翻倍。谁让你现在是上市公司的大 boss？ 啊，没想到你是一个见利忘义的人。哎。我要走了，一会儿你买单。哎，难道外人说的都是对的吗？啊，越有钱的老板越抠门啊！丹桥，你不是这样的人吧？啊！再见了，杨大夫。不是，赵丹桥。哎呀，行啊。你说什么要去非洲？小夏，这么大的事儿，怎么没听你说起我呀？我也没有想到手续这么快办下来了，所以就没来得及告诉你。小夏，你怎么改不了你身上的坏毛病呢？我们虽然不是你的亲生父母，可是我们把你当女儿一样在抚养啊。你在做最重要决定的时候就不跟我们商量，突然告诉我们一个结果，这我们怎么受得了啊？好了，扯这干什么呀？小夏，你去非洲那个事儿，赵丹巧知道吗？他知道的。你放心好了，我去非洲也不会太久，会常打电话回来的。希儿回来了。没事儿，我一会儿跟姐聊聊。
姐，咱们好久没有一起散步了吧？这些日子，我为了争一口气，做了太多错事儿，也浪费了太多的时间。姐，你应该向自己道歉。这么多年一直生活在担惊受怕里，你都没有好好享受生活。现在虽然要走了，也不知道怎么了，心里觉得空落落。我突然发现，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证明给他看，这7年的感情，我并没有放下。7年的感情，怎么能说放就放呢？不过虽然再一次离开了我，只能说，我觉得心里挺痛的。姐，你别这么想，说不定他的离开是为了让更好的自己出现在你的面前。希望如此吧。你呢？去这么远，你不怕会想念丹桥？我觉得，如果我们感情够坚固的话，时间和距离都不算什么。有道理。小夏，你记不记得在那个转弯处有一个公园？小时候我们俩常常在那玩。记得，那个时候你跟我抢秋千，还把我头发拽到一撮呢。一撮头发算什么？你记不记得志远，他的门牙都掉了。哎呀，姐，别看你平时这么优雅得体的，其实你小时候就是个女汉子。志远的牙又不是我弄的，是他自己摔倒了，把它磕掉了。谁说的？就是你，就是你。我打你了啊！你看。第一次去这么远的地方，一定要懂得照顾自己。还有，不可以再像以前这样，什么都委屈你自己。无论任何时候，这都是你的家。只要想家了，就马上回来。姐，我知道了。那姐，我走了啊。拜拜。赵总，吃点东西吧，忙了这么久还没好好吃饭呢。我没有胃口，谢谢。北美的股份是你的，深圳、广州的股份呢是冯信尧的，江浙沪的股份是你的，然后北京的股份是他的。日本的是你的，另一个是他的。赵总，多一块披萨。见鬼了！就是他。谁呀？连个照片都没有。我以前听说有一个人，从来不出席股东大会，也不管公司的任何事务，但是奇怪，这个人就拿着这些股份很多年。我妈妈从来不向他提出任何的要求。不管怎么样，打这个电话试试。
赵总，怎么了？我知道他是谁了。谁？是他。嘿，你别打了，他绝对不会站在我妈这边的。赵总，听着，我已经尽力了，出来混总是要还的，我们也只能听天由命了。赵总，不管怎么样，我们还是要尝试一下。你？嗯。Lucy， 喂 ，Lucy， 哎，你帮我查一下去年分手旅行那个陈萍萍电话，你发我一个。行，越快越好啊。喂，陈女士，哎，你好，我是麦味宁夏，你记得吗？哦，小夏呀，你好，你好，有什么事儿吗？我有些事儿想请你帮忙。太巧了，我们俩正在喝咖啡呢。那你过来吧，我们等你。哦，行行，那我马上过去。好嘞，一会儿见。谁呀？小夏。不好意思，打扰了。快坐。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啊？那我就开门见山了。张先生，啊不，赵先生，我们查到您是蓝桥国际的股东，现在正在选新的董事长。我希望您可以投刘兰芝一票。小夏，你什么时候去蓝桥国际上班了？我没有，我是在帮赵丹桥。哎呀，看来你们姐俩跟这个丹桥啊有不解之缘。上一次是你姐姐，这一次又是你来说服我。哎，你就那么信任丹桥？哎呀，很遗憾呐。我虽然是蓝桥国际的股东，但是我一直置身事外，从不参加蓝桥国际的经营管理，也不参加股东大会，所以，小夏，实在对不起，这个忙我帮不了你。但是小夏，我跟老张生活10年了，以我对他的了解，他和刘兰芝的梁子是解不开的。别说他不去参加董事会了，就算是去了，他只能给刘兰芝减分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我刚才已经约好了造型师，我们先走。你要想再喝什么自己点，记我账上啊。哎，稍等，正好我也想剪个头发什么的，要不我跟你们一起去吧？你真的要去呀？你不会是为了继续说服老张吧？不会，我保证只字不提，真的。那好，那我们就一起去吧。好，那走。哎，老张，咖啡又不喝完。哎呀，剩就剩吧，走吧。多年养成的坏毛病就是改不了。走了。赵总，我观察你很久了，为什么每次你喝茶喝咖啡都留1/4啊？